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送来一个迟到的圣诞祝福，要做一个很适合圣诞节的黄油曲奇。它的原材料也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黄油、糖粉和面粉。那么如果你想要绿色或者巧克力色的话，就可以加入抹茶粉和可可粉来调色和调味。那么今天我还额外做了一个蔓越莓味的面团，它的红色和圣诞节非常的呼应，而且蔓越莓的酸甜和浓郁的曲奇面团也非常的搭配。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，就一起看下去吧。首先来做曲奇面团，今天要做的是3种口味：原味、可可和抹茶。原味的面团有分1/4出来做蔓越莓口味。准备工作：先把2个鸡蛋打散，并且放到室温。蔓越莓切碎，太大颗的蔓越莓会比较影响曲奇的口感。同时，黄油要提前室温放置软化，到手指能轻易戳一个洞，但又还不是液体的状态。先来做原味面团。把室温软化好的黄油用打蛋器打到微微发白，体积蓬松，然后加入糖粉，用刮刀压拌均匀。这里不适合用电动打蛋器混合，因为糖粉很容易飞溅。用糖粉而不用细砂糖，是因为它能很好的和面粉、黄油融合，让曲奇能有更漂亮和清晰的花纹。加入蛋液，用打蛋器搅打到完全混合，一定要是室温的，不然和黄油很容易水油分离。筛入低筋面粉，用刮刀切拌和压拌均匀。这个配方是挤花曲奇的，所以面糊的质地会比较稀。之后做切片曲奇的时候，需要额外加入面粉。把3/4的面糊转移进裱花袋备用，剩余1/4之后做蔓越莓曲奇用。稍微整理一下，用一个封口夹夹住裱花袋顶部固定。同样的方法来制作可可和抹茶味的面团，只要把原配方中的面粉替换10克成可可粉和抹茶粉就好了。抹茶味可以多加10克糖粉来中和抹茶的苦味。剩余的1/4原味面团加入1点低粉和蔓越莓，压拌均匀就是蔓越莓面团了。因为是切片曲奇，需要比较干的面团，所以需要额外加入面粉。把面团转移到烘焙纸上，用手整形成长方体，尽量把面团的两端和4个面整理平整。然后把面团裹起来，放进冰箱冷藏2小时或者冷冻半小时，方便之后切片。面团准备好就可以来制作曲奇啦。剪开裱花袋，这次用到的裱花嘴有2款，8个尺的裱花嘴，中号和小号各1个。你也可以用喜欢的任意花型。先挤的是原味的长条形曲奇，中号裱花嘴，挤4折或者5折都可以。挤的时候裱花嘴最好垂直于曲奇表面。也可以挤这种传统的曲奇花型，就1个圈就好了。可以提前用矿泉水瓶盖笔着在纸上画出圆圈，垫在烘焙纸下面做参照，这样挤出来的大小比较均匀哦。然后换小号裱花嘴，挤出这种8个并列小花的花环，之后填充巧克力或者果酱到中心，都是很漂亮的。接着就是抹茶曲奇啦。首先是圣诞树，非常的简单，用中号裱花嘴几行就好了，每行的长度是递增的。因为抹茶的吸水性好，抹茶味的面团比较容易干，如果不好挤，尽量不要用小号的花嘴。树干的部分用可可面团，来回挤2下，1根树干就好了。只挤1下的话，树干可能会不够厚，之后会容易烤糊。抹茶味也可以挤普通的曲奇花型。
或者就一个简单的圆环，之后稍微装饰一下，就会有圣诞花环的感觉。接着是我们的可可面团，同样用小号裱花嘴挤出花环，这个我做的是10个一圈的花环。可可面团因为油脂含量较高，是3种面团中最顺滑好挤的，各种花型的裱花嘴都可以尝试哦。烤之前可以把下面用来参照的烘焙纸抽出来。换了中号裱花嘴及长条形曲奇，一盘建议只烤1种花型，或者大小相近的花型，不然很可能有的都烤糊了，有的还没有烤好哦。之前冰箱里的蔓越莓面团也不要忘记了，切成0.5厘米厚的薄片，均匀地铺在烤盘上，每片中间留够空隙，以防止之后曲奇烘烤膨胀，然后粘在一起。送入烤箱，160度烤15到20分钟，具体时长根据曲奇的大小和烤箱的特性灵活调整。出炉之后，连烘焙纸一起转移到桌面晾凉。刚出炉的曲奇还有一点软软的，要彻底晾凉之后才会变硬。晾的时候要敞开，让曲奇中的水分充分挥发。最后就是装饰啦，你可以发挥自己的各种想象。几颗杏仁切碎，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隔水融化，或者微波炉打个10到20秒，切忌加热过度，不然巧克力很容易焦糊或者油水分离。长条饼干的一头斜着沾上巧克力酱，沾上酱的曲奇放在室温等待凝固。趁巧克力还没凝固，撒上一点杏仁碎做装饰。杏仁的焦香和巧克力非常搭，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坚果或者切碎的果干。可可味的花环曲奇中间填入巧克力，也可以根据口味填入果酱。原味曲奇进行类似的装饰就好啦。圣诞树可以淋上一些白巧克力酱，就像树上挂的白雪一样。勺子不好操作的话，可以装进裱花袋，然后剪一个小口。圆形和环形的抹茶饼干也可以搭配白巧克力，颜色和口味都很搭哦。等蘸酱凝固，我们的曲奇就做好啦，可以摆进盒子里。这个盒子的颜色、口味和花型都非常丰富，原味是很醇厚的奶香味，抹茶和可可味在增添香气的同时，和巧克力蘸酱的香醇又搭配的恰到好处，坚果的加入又额外增加了香气的口感。这个曲奇盒子看起来复杂，其实准备起来也就是1上午的时间。觉得3种口味太多了，也可以只做1种或者2种。
稍微变换一下花型和蘸酱，就是各式各样的风格，很适合聚会的时候用来分享。即使圣诞已经过了，各种节日和聚会都可以做起来哦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加关注，